少年时，他的父母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分开了。妈妈卡蜜拉选择离开，留下了年幼的安格斯与爸爸比尔一起生活。这一切发生在安格斯还没有建立完整认识的世界里。安格斯年幼时对于妈妈的离去感到极度困惑，他常常在夜里默默流泪，怀疑为什么妈妈要抛下他。这份怀疑与怨恨在他心中滋长。每当同学提起妈妈的时候，他感到内心的痛苦。在学校里，他经常被同学戏笑没有妈妈，这让他的心灵深处更是充满了挫折感。憨厚老实的爸爸比尔也有自己的心事，他虽然爱儿子，但却不会用言语来表达他的内心话。比尔并非一个擅长家务的人，他唯一的追求就是努力赚钱，好好养活安格斯。随着年纪渐长，安格斯也逐渐意识到爸爸的辛苦，开始主动参与家务。然而，他在这个过程中，偶尔会回忆起妈妈在他年幼时整理家里、布置家里，还有在庭院里画画的画面，让他对妈妈的离开心怀疑惑，想知道那个经常微笑、温柔又认真打理家务的妈妈为什么离开他。安格斯高中毕业后，为了协助家计开始半工半读，他忙着工作，却对自己的兴趣一无所知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赚钱。直到有一天，朋友介绍他做一份油漆的兼职工作。在工作中，一位女老板兼资深室内设计师艾娃，正好看到安格斯在油漆时的随意绘画，而被他的天赋所吸引，邀请安格斯成为他的助理，问他对室内设计是否有兴趣。安格斯说：“我只求稳定收入。”艾娃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栽培他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我会给你合理的薪资，不会亏待你的。”于是安格斯也答应了在他的工作室工作。在设计工作室里，安格斯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，他也在艾娃身上看到妈妈的影子。原来艾娃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师，还是个温柔善良、充满智慧的女性。这使得安格斯开始想起妈妈，反思自己对妈妈的负面想法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在艾娃的鼓励下，安格斯在工作上展现了他的绘画才华，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兴趣。有一天，艾娃正要下班，看见安格斯还在加班，于是走到他的工作区。艾娃说：“安格斯，怎么还没下班呀？”安格斯回：“哦，这个案子差不多快画完了，想把它完成再下班。”艾娃以关心的目光看着安格斯。艾娃说：“如果有什么想分享的，我愿意听。我们不只是同事，更是团队。”安格斯看着关心他的艾娃，想起妈妈，于是脱口说了：“艾娃姐，其实我有些心事想找你聊聊。”艾娃微笑：“好啊，你说我听。”安格斯说：“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我们，我总是怀疑她为什么要离开。”艾娃微笑着拉着安格斯坐下。艾娃说道：“人生总有一些无法预测的事情，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正视过去，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。告诉我，你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安格斯开始描述妈妈的模样和在他心中的形象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是个很有才华、善于规划布置、温柔、笑容满面的女性。我总是想起她微笑打理家务的画面。艾娃静静听着，温暖的微笑在脸上浮现。她说：“或许你妈妈离开的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因，你或许应该试着理解她，而不是一直怨恨。”艾娃接着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艺术细胞可能来自于你的妈妈？”安格斯愣了一下，
发现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细心的态度，原来是妈妈留给他的宝贵财产，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种种。艾娃看着陷入沉思的他，笑着说：好了，这案子不急的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安格斯回家后，清理心中的困惑，他决定与爸爸坦诚相对。安格斯说：爸，我想和你谈谈妈妈的事情。比尔说：好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安格斯开始向爸爸诉说自己对妈妈的回忆，以及近来对艺术的重新发现。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我对妈妈的理解是有偏见的。我怀疑她为什么离开我们，但现在我想理解她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。比尔静静听着，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，说：其实你妈妈和我在大学时相识相恋，但当时不小心怀了你。她的父母对于年轻的我们发生这种事极力反对，要求我们分开，但你的妈妈坚持要把你生下来，也跟她的父母争取至少照顾你到上小学。她其实很爱你。安格斯有些吃惊地说：原来我一直都误会着她。比尔说：我一直想如何告诉你这些，很对不起你，一直没有勇气说出口。安格斯理解了妈妈当时的决定，也想着与爸爸共同克服了曾经许多痛苦。安格斯说：爸，辛苦你了，要照顾我，还要强忍与心爱的人分离的痛。比尔听了，忍不住流了眼泪。这一晚，两人心中所有的结仿佛瞬间解开了。而安格斯在艺术的道路上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在工作上，他开始运用妈妈给予的艺术细胞。他想起他年幼时在妈妈的陪伴下，画出了一幅一家3口的梦想家。于是在工作的空档间，也开始设计一间属于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完美家。艾娃有次经过安格斯的座位，看到这件作品非常惊艳，鼓励他参加国际新人室内设计比赛。结果安格斯的作品《织梦的居所》获得了第3名，这对一位新人来说是非常优秀的成绩。颁奖典礼的那一天，安格斯穿着整齐的西装，紧张地握着双拳，准备上台领奖。当他走上台，看到一位眼熟的女士卡蜜拉。卡蜜拉惊讶地说：是我的宝贝。她的声音充满了爱意。安格斯略带困惑地说：这位女士好眼熟，是妈妈。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随即明白过来。卡蜜拉原本被安排要将奖杯颁给安格斯，但她情不自禁地冲上台，毫不掩饰地抱住了安格斯，泪水湿透了他的肩膀。安格斯被妈妈的泪水感动，也意识到这位国际名设计师评审同时是他的妈妈。原来妈妈也是努力地生活着，这时也让他更加确信艺术就是妈妈给他的天赋。此刻安格斯对着卡蜜拉微笑，感激地说：妈，谢谢你当年的坚持，我很想你。安格斯也看到了站在台下的卡蜜拉的先生里昂，展露出灿烂的微笑。里昂知道这是卡蜜拉期盼已久的母子团圆，忍不住拍手鼓掌，现场的氛围变得温馨而感动，在场所有的人也一同鼓起掌来。在这段历程中，艾娃成为了安格斯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启蒙者。他不仅引领他找到自己兴趣所在，更是引导他走向理解和接纳家庭的道路。安格斯也明白了父母并非是某种原因或只有一种原因而分开，
他知道父母的爱一直陪伴着安格斯，支撑着他，让他能够茁壮成长。故事的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明天。